全家人去雪山旅游，只有我被留在家里。姐姐怎么连滑雪和攀岩都不会呢？早知道我不选雪山啦。贾千金懊恼地撅起嘴，引得家人纷纷宽慰他是我太老土，不是他的错。如果贾千金回不来就好了。望着他们的背影，我恨恨地想。意外的是，山上发生雪崩，爸妈和哥哥失魂落魄地回了家。明珠没逃出来，念念，我们只有你一个女儿了。妈妈搂住我嚎啕大哭，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前一秒我刚收到贾千金的微信。姐，爸妈和哥哥都死了。妈妈察觉到我的僵硬，缓缓松开手。怎么了，念念？我们这不是回来了吗？别怕啊。她语气温柔的让我陌生，以前她只有对贾明珠才这样说话，对我从来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态度。我定定望着门口的3个人，虽然鼻青脸肿，衣服也有大片血污，但分明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可贾明珠为什么说他们死了？不对，按照妈妈的话，贾明珠没有逃出雪崩，那给我发信息的谁？妈，咱们赶紧把脏衣服换下来吧，念念也需要时间消化。哥哥搀起泣不成声的妈妈，扶她走进客厅。经过我时，他们身上刺骨的寒气激得我一哆嗦，脑海中蓦地划过今天在雪崩新闻下看到的一条评论：普通游客遇上这种大雪崩基本无了，如果你的亲友平安回家，最好仔细看看他是不是人。评论人后来解释他是雪山向导，想说遭遇灾难的人可能意识不到自己死了，会执着的要回家，然而还是被骂到山平。这么邪门的事被我撞上了。最后一抹夕阳的余晖偏偏在此刻散去，客厅陷入一片昏暗，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周边的气温都跟着下降了几度。念念，你站门口干嘛？关门呀！爸爸的声音有些沙哑，脸隐在阴影里。他转头的动作很奇怪，不是扭过脖子，而是身体连着头一起直直转过来，像冻僵了一样。我汗毛炸起，本能的退了一步，背过手去摸门把，掌中的手机突然一阵嗡鸣，是贾明珠发来一串照片，3个黑色裹尸袋整齐的排成一排。爸妈和哥哥的遗体也下飞机了。贾思念，你人呢？不是让你叫车来接我吗？身后的门被一只手臂合上，我悚然抬头，对上哥哥俯视的眼睛。念念跟谁发信息呢？哥哥悠悠开口，又往前走了一步，刚才没注意看，此时才发觉他脸色灰白的不正常，像在冷柜里冻了几天的死肉。我已经退无可退，整个人贴在门上，慌张摁灭手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爷爷奶奶问我有没有你们的消息，我给他们报个平安。哥哥顿住脚步，点了点头，面上浮现一抹悲伤。唉，可惜明珠身体弱，没撑到救援队到来。你委婉些告诉爷爷奶奶。哦，对，我也得给救援队报个平安，我手机丢了，你得接我下。他夺过我的手机，对着我的脸晃下解锁。我一着急，下意识伸手就抢。哥哥似乎没想到我反应这么大，脚下没踩稳，整个人扑通跌坐在地，手机也摔出去，撞墙上砸了个粉碎。念念，没事吧？是哥哥不好，哥哥过几天赔你个最新的苹果手机。哥哥一反常态的没有先数落我，而是一咕噜爬起来，紧张的查看我有没有受伤。我鼻头一酸，心底冒出一个离谱的念头：如果他们能一直这样待我，是人是鬼又有什么要紧？我没事哥，屋里太黑了。我把灯打开，我深吸一口气，摁下开关。都说鬼没有影子，我紧张的闭了闭眼，祈祷自己的担忧全是胡思乱想。吊灯亮起，富丽堂皇的客厅笼罩在白炽光下，3个人身后都有淡淡的影子，我的心瞬间放下一半。妈妈热了一壶牛奶端给爸爸和哥哥，专门给我倒了杯果汁。你乳糖不耐受，喝这个哈。我受宠若惊的接过，竟然还是我最喜欢的樱桃汁。要知道他以前都说我的乳糖不耐受是穷人病，不顾我上吐下泻，逼着我多喝牛奶去适应。念念，明珠那间大卧室你搬进去住吧。爸爸沉声道，严厉的脸上划过一丝愧疚。哥哥望着我的眼神也带上歉意，用大手摸了摸我的头发。记得把门窗都锁好，1楼要格外注意安全。我垂着头，小口小口喝着樱桃汁，樱桃汁从嘴里甜到心里，我几乎不想去思考贾明珠的信息是怎么回事了。哥哥仍在絮絮叨叨，特别是今晚，谁叫门都不要开，尤其是贾明珠。谁？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吊灯就在此时忽闪几下，无声熄灭。我能感觉到黑暗中有3张木然的脸转向我，3个声音一起响起：不要给贾明珠开门。怎么灭了？别墅区又停电了。爸爸嘟囔着起身，说他去看看。猝不及防的黑暗让我浑身发毛，但想到他们刚才那句话，还是硬着头皮追问贾明珠，他为什么会叫门？他不是没了吗？餐桌上静默一瞬，再度传来妈妈的小声啜泣。是，但他断气前不停在埋怨，为什么遇到雪崩不是你，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他哽咽的说不下去。哥哥叹了口气，我们怕他一腔怨念消散不了，会来害人。世上很多事宁可信其有，总之咱们先小心着，找个好日子再去给他做场法事。我紧紧抱着双臂，脑子里一团乱麻。爸妈和哥哥的说法听上去很合理，而且即便他们过去偏心贾明珠，但现在对我的关怀是我曾梦寐以求的。反观贾明珠，她唯恐失去爸妈的宠爱，一夜凤凰变麻雀，从我被认回豪门就处处针对我。这次我没去成的雪山，也是她事先打听过我不会滑雪和攀岩后特意选的目的地。我到底该相信谁？爸爸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伴随着骂骂咧咧。果然停电了，每年收那么高的物业费干嘛？吃的应急供电都没有，就知道发蜡烛。他掏出口袋里的打火机，点亮4根白蜡，烛芯亮起，
泛着绿莹莹的光。哥哥猛然变了脸色，一口气把蜡烛全部吹灭。吹灭蜡烛不对劲，爸，是物业的人亲手给你的。爸爸茫然道：不是啊，就在门口放着，不是物业还能是？他的话音戛然而止。别墅区之前也时不时停电，但物业从没发过蜡烛。4根蜡烛又正和屋里的人数匹配，我不自禁打了个哆嗦。难不成贾明珠真回来作祟了？等等，既然贾明珠说爸妈和哥哥的遗体已经运回，想必网上查得到遇难者名单。虽然我的手机坏了，可贾明珠卧室里还有台笔记本电脑，一旦确认遇难的是谁，我也就不用再自己吓自己。我先回屋睡觉了。我装作害怕的站起，把门窗关好，别乱走动，有事喊我们啊。妈妈关切地拍了拍我的手背，她冰冷的掌心凉得我一激灵，脑子也跟着清醒了几分。他们对我的好实在有些刻意。我理解人可能因为失去一个女儿对另一个女儿转变态度，但会转变得这么突兀吗？我麻利地将贾明珠的卧室门反锁，然而她的笔记本电脑太久不用，也没电了。我揉揉发胀的太阳穴，自认倒霉，等来电再说吧。我起身关上窗户，朦胧月色照进屋内，玻璃上映出我的人影和站在房间死角的贾明珠。我脑子都炸了，尖叫冲破喉咙，脚却软得不听使唤。眼睁睁看着贾明珠2步跨到我跟前，一把捂住我的嘴，他的手掌毫无活人的温度，身上也湿淋淋的，仿佛刚从什么冰窖里爬出来，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瞪得巨大，几乎贴在我脸前。外面的人是谁？为什么我听到了爸妈和哥哥的声音？贾明珠的声音木木的，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我拼了命的挣扎，他才稍松开手。一时间我拿不准要怎么回答。假设爸妈的说法是真的，一旦承认那就是爸妈和哥哥，贾明珠会不会想起自己已经死了，然后气不过拉我垫背？如果不承认，我要怎么圆过去？贾思念，说话。贾明珠的语气愈发阴森，冰冷的手死死扣住我的脖子。可万一爸妈的说法是假的，生还者是贾明珠呢？我只能赌一把。你确定爸妈和哥哥死在雪崩里了？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贾明珠不耐烦地蹙了下眉，这是他面对我时习惯性的小动作。废话，救援队亲手把他们挖出来的，也登记了死亡证明，还能有假？我不是把照片发你了吗？带着3具遗体不好打车，外头又下着雨，我才让你来机场接我的。你故意无视我是吧？贾明珠连珠炮一般指责我，惨白的脸终于有了点血色。我的心跳渐渐平复，但疑虑并没完全打消。那我没去接你，你是怎么回来的？为什么不走正门，躲在卧室里？贾明珠直勾勾地盯着我，空洞的眼神看得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你还有脸问我？最后是我叫了火葬场的车，先把他们拉走，才有出租车愿意载我。刚走到门外，就听见爸妈和哥哥说不能给我开门。贾思念，你搞什么鬼？他们不是死了吗？贾明珠把他的手机对到我面前，上面是给火葬场打电话的记录和白纸黑字写着爸妈和哥哥名字的死亡证明和遇难者名单。火葬场不核验身份的话，是不可能擅自拉走遗体的。我彻底懵了，脑子一片空白。他的说法也很合理，可这样的话，外面3个人又是谁？我结结巴巴告诉贾明珠，爸妈和哥哥比他先一步回家，而且说在雪崩中遇难的是他。贾明珠诧异地张开嘴，没等说话，卧室门被大力敲响。念念，是你尖叫吗？发生什么事了？是爸妈焦急的声音。贾明珠的脸色倏地阴沉下来，她把手指竖在唇边，别出声，人敲门是3下，鬼敲门才是4下。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不是因为他的话，而是因为我看见月光下的贾明珠没有影子。敲门变成了砸门。念念，快开门！再不开门，我要撬锁了！哥哥砸门的动静越来越大，整个地板都跟着颤动。贾明珠勒住我脖子的力气也猛地加重。说你没事，先把他们糊弄过去。说呀，你还不信我吗？爸妈和哥哥都死了，门外的根本就不是人。他凉飕飕的气息拂过我耳畔，我觉得后颈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努力稳住心神，盯着贾明珠脚下。月光迷蒙，可我看得一清二楚，他根本就没有影子。我急中生智，抓起窗台边的玉佛像，往后狠狠砸去。咚一声闷响，脖子间的力道一松，我趁机跑出几步，手忙脚乱打开卧室门。门外是高举着拳头的哥哥和满目急切的爸妈。怎么了，念念？你叫什么？我揉着脖子，喘不上气，一个劲往屋里指。他们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瞧去，脸上露出怪异的神情。我纳闷地回头，屋里空空如也，只有一尊磕破一角的玉佛像躺在地上。妈妈先反应过来，倒吸一口冷气，把我搂进怀里。念念，你是不是看见什么不好的东西了？是不是明珠？爸爸拧着眉，大步走进卧室，高声斥道：明珠，遇上意外是你自己命不好，跟念念没关系。你知道的，你是保姆和司机的女儿，由于报错在我们家享了18年的福，我们不欠你什么，念念更不欠你什么。阴阳殊途，你别再缠着念念。这是他们第一次向着我说话，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偏袒贾明珠。过往受过的委屈，在这一瞬突然涌上心头。我紧紧回抱住妈妈，把头埋在她的颈窝，贪婪的感受以前只能想象的温暖。我太傻了，为什么要去相信贾明珠，而怀疑自己的亲生父母？哥哥痛心的摇了摇头，拿起贾明珠衣架上挂着的貂绒外套。明珠那么娇气爱美，死在冰天雪地里，
有怨怼也是正常的。我去把他生前最喜欢的冬衣烧掉，或许能平息些他的怒气。念念，别怕，先熬过今晚，明早我就联系寺庙给他安排法事。妈妈也附和道：那玉佛像是开过光的，脏东西不敢怎样。万一你再看见什么，念几句佛号，应该就没事了。你哥就睡在客厅守着，你一喊他，马上过来。他们一步三回头的离开，我的房间重归寂静，仿佛刚才的一切的确是我撞邪产生的幻觉。真的都是幻觉吗？窗台下有一小片水渍反着光，就在湿淋淋的贾明珠站过的位置，水渍一路延伸到衣柜前消失。我屏住呼吸，悄然拉开柜门，正对上一双血红的眼睛。出来吧，贾明珠，我相信你了。贾明珠捂着被我用佛像砸伤的额头，戒备地打量我。别过来，我已经报警了。谁知道你和他们是不是一伙的？不对，他们根本不是人，你也不是，离我远点。他双眼充血，神经质地压低嗓子嘶吼，一个劲往衣柜里躲。不是，因为我看见你没有影子，以为他们说的才是真的。我急急解释，但我刚才站在你的位置试了下，那个角度月光被屋檐挡住，就是没有影子的。还有外面3个。我顿了顿，声音冷下来，他们确实不是爸妈和哥哥。贾明珠的目光在我脸上逡巡半天，讥笑一声。为什么这么说？他们不是对你挺好吗？这难道不是你一直想要的？我不理会他的阴阳怪气，抬手指向衣架。哥哥说他要把你最喜欢的冬衣烧掉，但拿走的是我的外套。贾明珠去雪山旅游前新买了好几件貂绒外套和滑雪服，可我一直穿着被认回豪门前那件羽绒服，还是报错我的保姆和司机把自家儿子买错尺码的男款给了我。有次贾明珠的貂绒外套沾上一块牛奶渍，他非说是我偷穿弄脏的，妈妈不问缘由就怪我贪慕虚荣，而且手脚不干净。哥哥直接把那件貂绒外套丢进垃圾桶，重新给贾明珠买了件时装周走秀款，顺带也给我买了件花里胡哨的打折款，并警告我不要再对贾明珠的东西非分之想，我怕晚上会冷，就把那件外套拿来御寒。哥哥没道理认不出他亲自买的衣服。贾明珠半信半疑地望着我，也可能是天黑，他没看清呢。我捡起地上的玉佛像，朝他晃了下。那这个怎么说？贾明珠的瞳孔骤然放大，低呼一声：没错，妈妈不可能说那句话。妈妈是在国外长大的，完全不信吃斋念佛这套。当初奶奶要把请的佛像送给贾明珠和我时，被她翻了好几个白眼。她怎么会让我看见不干净的东西念佛号？所以外面3个究竟是什么啊？到底是人还是……贾明珠的嗓音发颤，不敢说下去了。我苦笑一声，她这种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哪里懂？有时候人比鬼可怕多了。我扫了眼贾明珠的手机，你刚说已经报警了，是骗我的吧？别墅区信号特别差，现在没电 ，WiFi 也是关闭的，她根本打不出去电话。贾明珠点点头，看上去无助极了。想要报警，就只有走出别墅区才能有信号，但穿过客厅走正门，指不定会惊醒哥哥。我打开窗，率先翻上去。贾明珠理解了我的意思，把手机揣进兜里，跟了过来。要照往常，家用监控早就尖锐报名了，赶上今天没电，真不知是好事坏事。我蹑手蹑脚地拨开花丛，铁质的院门近在眼前，我的心快要从腔子里跳出来。贾思念，你要去哪儿啊？哥哥的声音阴恻恻地从我背后传来，我的手已经触及院门，一咬牙，猛地一转，院门纹丝未动，一向不锁的院门被锁死了。念念，大半夜的，你到底要去哪儿？妈妈噔噔噔地奔来，硬是把我往屋里拖。等下，贾明珠呢？院中树影绰绰，哥哥立在廊下，唯独不见贾明珠，就像他压根没跟我一起出来一样。可我明明看着他在我后面翻上了窗，夜风一吹，我的头一阵钝痛。念念，你吓死我了！你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往外走干嘛？我还以为进了贼，差点袭击你。哥哥拍着胸口，和妈妈一左一右把我夹进屋里。我一个人，所以贾明珠没有跟我一起。那他去哪了呢？爸爸一边披衣服一边走过来，满脸担心。念念，是不是你又看见什么了？我问了一个懂行的朋友，说咱们之前收到的4根白蜡是上供用的引路香，活人闻了可能迷失神智，甚至被邪祟上身，做了枉死鬼。我后背一凉，难道我是被贾明珠勾了魂？刚才看见的画面，包括他手机里那些照片，统统都是引路香制造的幻象。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头很痛，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爸爸伸手在我眼前摇了摇，被他一说，我不仅感觉头疼加剧，连视野都模糊起来。这就是中招了，怪爸妈太粗心。你身体一向不太好，我们没感觉到什么，没想到你有了不良反应。幸好你哥及时吹灭了蜡烛，你吸入量不大，赶紧去睡吧，过一宿就好了。爸爸有力的臂膀把我扶起来，和妈妈一起将我放在贾明珠床上。妈妈轻轻在我额前落下一吻，带着茧子的手指划过我的脸。念念，快睡吧，天亮就没事了。以后咱们一家4口好好过日子。他们的脚步声渐渐走远，我的眼皮越来越重。真好，原来贾明珠只是幻象，原来爸妈和哥哥都没有死，还这么疼爱我。是什么声音？是窗外的蜜蜂吗？我认出了这个声音，悚然睁眼，是手机的震动声。我连鞋都没穿，疯了一样跳起来，在窗台边摸索。微弱的震动声从地毯上传来，是吊在墙角的贾明珠的手机，屏幕上闪烁着1103个数字。看来贾明珠的确报过警，但一直没能接通。我连忙摁下接听，把声音压到最小。喂喂，我在西郊别墅区13号，
我加进了奇怪的人，喂，可惜信号实在太差，对面毫无反馈的挂断电话，我无法确定他们听没听见。再尝试拨出电话，就又信号全无了。我愤恨地捶了下自己的头，突然留意到捡到手机的地方有几滴血，稀稀落落，蜿蜒向屋外去，是贾明珠的血。不好，贾明珠有危险！我附耳在门上，确定外面再没有一点动静后，缓慢地打开屋门。万幸血滴的方向是走廊深处，而不是哥哥所在的客厅。我怕发出声响，光脚走在地面上，一步步跟着血滴的痕迹停在最里面的房门口。这是保姆间，保姆王姨和司机李叔就是贾明珠的亲生父母，也是把我养大的人。我的亲生父母发现我才是被报错的真千金后，不仅没深究当年报错的事，还给了王姨和李叔一笔钱，算是买断贾明珠和他们的亲子关系的对价。因为他们舍不得贾明珠，更怕所谓的报错查出猫腻来，贾明珠被落下画饼戳脊梁骨。贾明珠可比他们狠心，第一个提出要解雇王姨和李叔，以免有人拿他的出身说三道四。爸妈和哥哥自然同意，我也没意见。虽然亲生父母和哥哥待我很冷漠，也比拿我给自家亲儿子当血包的王姨和李叔强多了。依照约定，王姨和李叔的工作在贾明珠他们出发去雪山那天就结束了。保姆间这会儿应该是空的，我又看了眼客厅的方向，仍是一片寂静。攥紧贾明珠的手机，我极轻地推开房门。窗外月已西沉，是夜色最黑的时候。屋里伸手不见五指，隐约能看见窗边有个人形的轮廓。那人发出沉闷的叫声，好像被什么塞住了嘴，可我还是辨识出来是贾明珠。我掩上房门，快步走近他，摸索着撕掉他嘴上贴着的胶带。疼死我了，你就不能轻点？贾明珠低声抱怨：你怎么又回来了？不是跑走了吗？我还指望你报警来救我呢，真是废物！我找到他背后的绳结，连拉带咬才打开，没好气地道：我被他们发现了，你不废物？不废物怎么被绑在这儿？贾明珠龇牙咧嘴地活动着手腕。别提了，我一条腿刚迈过窗台，就被爸爸从背后一把捂住嘴拖了下来。他顿了顿，抬起阴郁的眼：不，那人绝不是爸爸，爸爸是左撇子，他给我贴胶带绑绳子时用的是右手。我沉吟了下，回忆爸爸在我面前的状态，无论是点蜡烛还是拿牛奶，倒是一直在用左手，没露出破绽。所以他不是鬼，是人，还是很熟悉我们一家的人。我的疑惑一扫而空，得出结论，心情却坠入谷底。是人的话，我们求生的胜算就更小了。贾明珠仍难以置信啊，那他们为什么扮成爸妈和哥哥？为什么要讨好你？据说我已经死了。我无语地横了他一眼，举起手机找信号。扮成爸妈和哥哥很好理解吧？当然是为了丝滑过上豪门生活。讨好我却说你死了，是因为我和你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什么不同？贾明珠眨眨眼，脸上全是清澈的愚蠢。不同就是你亲眼看见爸妈和哥哥死在雪崩里了，而我不是。他们只要把我糊弄过去，再找机会让你无声无息的消失，回头向别人说是一场乌龙。死在雪崩里的是你贾明珠，到时爸妈和哥哥的遗体早烧成了灰，死无对证，谁会去翻这无头案？贾明珠突然像被踩到尾巴的猫，嗖地站起，和我拉开一大段距离。他声音发抖，看我的眼神仿佛看一个恶魔。你是不是来帮他们让我无声无息的消失的？毕竟你只要装作一无所知，就能过上你之前羡慕的日子，过上贾明珠的日子。贾思念，你是来害死我的。我简直不知道他的脑子是用什么做的。我是缺爱，但我渴望的是父母的认可和尊重，不是和坏人狼狈为奸。另外，如果我动了把坏人当傻子的心思，下场不会比他好到哪去。我刚要反驳，房门被嘎吱推开。是啊，念念，你看明珠多机灵，你就装作一无所知，跟我们一起过上阔绰日子，美滋滋的当你的贾家大小姐不好吗？爸妈和哥哥直挺挺地伫立在门外，三个人脸上挂着僵硬的弧度，眼里却没有一点笑意。哥哥首当其冲，拎着一把榔头，一步一步地靠近。贾明珠像是被吓呆了，叫也叫不出来，整个人蜷成一团，口中稀里糊涂地念叨：别杀我，别杀我，我还不想死，求求你们，我可以给你们钱，很多很多钱，求你们放了我吧，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妈妈发出一声娇笑，声音不再是清亮优雅，而是恢复到她原本的尖利刻薄。你的钱不也都是贾家夫妇给的？老娘直接做贾太太不香吗？非要留你这种忘恩负义的定时炸弹在世上干什么？小贱人，明明是只野鸡被塞进凤凰窝里，真摆起凤凰的谱来了，也不想想是谁把你塞进凤凰窝里的，该死的自私玩意儿！贾明珠迟钝地抬起头，费力睁开泪水滚滚落下的双眼。你说什么？你是？妈妈一把推开哥哥，几步迈到贾明珠面前，两手给了他一个大耳刮子，不解恨似的反手又来一个。贾明珠被扇得歪坐在地，半晌没直起身子。妈妈用指尖捏住他的下巴，逼他看着自己，又高抬起手。贾明珠吓得一缩，不过这次他的手是伸向自己的脸，拽掉了脸上的人皮面具。贾明珠像条被晾在沙滩上的鱼，嘴巴张张合合。王姨，第三个耳光落下，老娘是你亲妈，不知悔改的小贱人！呸！王姨一口浓痰啐到贾明珠脸上。爸爸和哥哥也不装了，一把撕掉自己的面具。果不其然，是李叔和他们的好大儿李天赐。李天赐在我脖子上比划了下，妈，贾思念也做掉。王姨抬了抬眼皮，似乎在犹豫，由我配合他们，
他们今后演起爸妈和哥哥说服力才能更大。贾明珠爆发一声哀嚎，跪着爬向王姨。啊，我才是你亲女儿呀！你当年把我换进贾家，不就是想让我过好日子吗？不舍得杀我，对不对？我会守口如瓶的，你相信我，咱们血浓于水啊！李天赐抬腿一踹，把贾明珠踢出2米远。现在知道喊妈了，完了我的亲妹妹，你狗一样跟在贾家少爷屁股后面叫哥哥的时候，想过我们吗？你撺掇贾家人解雇爸妈的时候，想过我们吗？你猜我们敢不敢信你？王姨眼珠一转，扬了扬下巴，示意李天赐把榔头给我。念念，你手上沾了血，咱们才是一条船上的人。你是我养大的，妈妈还不忍心对你下手，给你个自救的机会，以后咱们就是真的一家人啦。我意识到他想干什么，震惊的后退一步。李天赐大力拉过我的手，把榔头塞进去，邪笑着贴住我耳语：不要耍花样，我还有一把剔骨刀呢。贾明珠已经站不起来了，呜呜咽咽的说不出一句整话。对不起，贾思念，对不起，对不起。他用手掌撑地，一下一下后退，几下就抵住墙根，脸上一片绝望。别磨蹭了，再磨蹭老子把你俩一起剁碎了喂狗。李天赐把剔骨刀握在手里，连声催促。我哆哆嗦嗦的向前走，手死活举不起来。王姨也不耐烦了：贾思念，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我也就没必要。他突然顿住，嗓门陡然拔高：天赐，外面是什么声音？李天赐掏了掏耳朵，什么？没声音啊？可他逐渐变了脸色。李叔猛地一跺脚：是警车，走，快走！李天赐刚迈出一步，忽然回过头：爸妈，这2个人不能留，留了咱们就是板上钉钉的罪犯了。王姨也反应过来，朝他点了下头，但贾明珠比他们反应更快，我都没看清他是怎么夺走了我的榔头，李天赐就被开了瓢。王姨一声惨叫，当场软倒在地。此刻闯进来的警察直接把3个人一锅端。我长舒一口气，浑身脱力一般滑坐在贾明珠脚边。方才举起手机找信号时，有一刹那出现一格信号，我用最快的手速编辑报警短信，总算发了出去。经过审讯，真相是李叔和王姨将爸妈、哥哥和贾明珠送到雪山脚下后，驶出小镇没多远，就听说了雪崩的消息。打听到爸妈和哥哥遇难，贾明珠下落不明，3个人一拍脑袋动起了歪心思，什么停电、引路香，都是糊弄我的把戏。他们当年能干出调包我和贾明珠的事，对贾家人的财富是觊觎已久。贾家人又被贾明珠怂恿解雇他们，贪念叠加怨恨，正愁无处发泄。警察向我和贾明珠核实了事情经过，也去火葬场核验了爸妈和哥哥的身份，证据确凿。最终3个人都因为诈骗和故意杀人未遂被判处有期徒刑。不过李天赐被贾明珠一榔头敲成了植物人，什么时候能开始服刑还不好说。爸妈没有留下遗嘱，我这个亲生女儿成了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至于贾明珠这个养女，没有遗嘱的前提下，理论上她分不走贾家1分钱，但考虑到她的一榔头之恩，我承诺可以供她读完大学，以后嘛，就看她表现了。经过那晚后，我格外珍惜自己的每一天。贾氏集团的收益也被我专门辟出一部分做慈善。世事无常，但我坚信善恶有报，因果有常。